大家好，我是小夏。今天视频的开头先给大家看一看我为了这期视频查阅的所有的资料，大概有几十篇的文章和报告吧。那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我想根据最近出的一些第三季度的房地产行业的报道，来总结一下整个房地产的市场现状，包括疫情以来的租房市场和买卖销售的情况，还有未来的房地产市场走势，并且我会讲一下我身边的一些实例。当然要说明的，这都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。如果觉得我讲得好的朋友呢，希望你能给视频点个赞，关注我们的频道。和我观点不同的朋友呢，也欢迎留言，咱们一起讨论。首先要说的呢，就是现在房屋出租市场的情况。在疫情带来的高失业率的影响下，有多少人没能按时付房租呢？有多少的房屋有空置呢？这个比例呢，肯定是集中在大城市的比较多，比如纽约和三藩。因为一些房价便宜或者人口相对不密集的州或者地区呢，租房的需求量也相对比较少。事实上啊 ，NMHC 根据对全美超过1100万的各大公寓管理公司调查的数据显示呢，9月份的房租按时付房租的租客比例只有76%，这还是收到全部或者部分房租的比例。今年疫情以来啊，每个月不管按时不按时，最后能收到租金的公寓单元比例，大概每个月都比2019年同期低了1%左右。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数目啊！首先，这个调查说的是全部或者部分的房租，那这个里面具体多少的比例是没有付清全部房租的，并没有详细的说明。另外呢，这1%左右的比例代表了15万左右的单元，也就是说每个月都会比去年同期至少少收到15万户的房租。而且这个还是由大公司统一管理的公寓楼，并没有算上任何私人房东或者业主。那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一个租客可能不敢和一个公寓管理公司谈租金，但是和私人业主的时候可就硬气多了。Capital Economics 给的官方数据呢，是在2020年底，全美房屋的空置率会达到5.5%，接近历史最高。那拿我身边的例子来说吧，我有一些在纽约买房的朋友呢，都或多或少感觉房子不好出租了，会有多个租客，要不然就提前搬走，要不然就要求降租金，说自己没钱啊什么的，要不就是每个月的房租拖了半个多月才付。这种呢，你其实都没辙，直接导致的就是房主现在就算有空置的房间，也会犹豫要不要招新租客。因为最怕的呢，就是有人一开始付了1-2个月的房租，然后突然就不付了。请神容易送神难，疫情以来，全美增加了一条新的法案规定，房东不能因为租客没付房租而赶租客走。这条规定目前的有效日期呢，是到今年2020年底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对房东其实是很不利的，因为哪怕是现在没有禁止赶房客走的禁令呢，你就算要清理房客，也要先发一个合法的通知给他，等上2个月，然后上法庭，再等2个月。现在这节骨眼儿，法庭都不开门，要是遇到一个糟心的租客，那就真的是倒霉了。那再来说一说呢，银行贷款的情况。第2、第3季度的数据啊，也就是疫情以来吧，从4月到9月显示，全美有600万家庭都每个月或多或少晚交或者少交了房屋贷款。8月的时候呢，有6.88%的家庭至少晚了1个月以上还没有付房贷，这和往年比呢也是非常高的数字了。所以美国贷款银行协会的住房研究部，这个名字很长，我也不知道我翻译的对不对啊。英文呢是 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's Research Institute of Housing America 总之呢，就是这个研究部吧，在10月的时候发布了一些研究数据，其中说到呢，现在申请破产的房屋是需要时间来处理的。有一些房主呢，也可能就住在房子里不走，但是呢，他又没钱还贷款，这些其实都需要走很多的手续流程。那这些房屋现在并没有体现在这个市场上。这个研究预测说到，在2021年的夏天，可能才会涌现出一大批的破产房。那相应的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呢也会回调。这个价格的幅度肯定是无法预测的呀，但是这种现象呢，我觉得本身是一个合理的判断。
听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我是真的查阅了很多资料呢？为这期视频，我做了很多的研究和准备，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点赞、转发我们的视频。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，快点订阅我们的频道吧。我今天视频中所涉及的所有的官方报告和数据呢，我都会贴在视频的简介栏里面，大家可以自己的查阅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还想说一下房地产市场的全美销售数据和未来的走势，所以大家不要走开，一定要坚持看完。之前呢，有网友给我留言提到啊，在纽约这种大城市以外，其实有很多地方的房子出一套卖一套。确实如此，我们在 DMV 区域，就是 DC 和弗吉尼亚这边就观察到，有很多的房子1周之内就卖掉了，有一些区域的房子那都是靠抢。我和老麦其实最近2个月呢，给2套投资房都出了价，但是最后都没有抢到。总是有人比我们钱多，出价高，而且呢都是3天之内就签了合同。这个在全美呢也是有具体数据的，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。根据官方统计啊，10月和3月相比，全美房子的平均售价上升了10%左右，房子卖掉的速度快了14天，也就是2周左右。尽管呢，现有的公开房源减少了很多，将近40%，每个月新挂出来销售的房屋也减少了，也就是说和往年相比，没有那么多人在卖房子了。但是呢，总成交量连续4个月都在上升，所以整体来说呢，美国其实还是处于卖方市场的 sellers market。那未来呢？上面说的出租率啊、坏账率啊，是不是整体的市场是看衰的呢？Realtor 网站基本是全美最权威的房产信息网站之一了啊，分析出来市场的回暖指数 Recovery Index 基本上是显示呢，从疫情以来是一路上升的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点片面啊，因为这就相当于是根据最近1年的销售数据啊、消费者指数啊等等分析出来的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宏观数据表明，因为美联储现在明确了短期呢没有加息计划，所以低利息呢会持续刺激房地产市场。虽然2021年呢会有一段时期呢经历房地产市场的冷却，但是总体来说呢，这个市场并不会 crash， 它并不会崩盘，就可以理解为股票涨得太快，总会技术性回调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房地产市场会经历一下波动。这个看法我个人呢是比较认同的，不知道大家都怎么看呢？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是这些内容了，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。现在真的感觉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，整个经济呢似乎复苏的比以往的危机都要快很多。然而大选的结果呢又增加了一些市场的不确定性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，都欢迎给我留言。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，快点关注我们吧。那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